民众党比国民党更讨厌赖清德。民众党相对在3个政党里面跟中间选民的关系会再近一点。当赖清德站在第一线会有什么效果？民众党的人会更愿意表态说我要投不赞成，这代表就是现阶段绿营爱赖清德爱的要死，在野阵营讨厌赖清德讨厌的要死，就是两极化。他认为说掌控党就掌控国家，我觉得民进党很严重就是这一点。赖清德的精英主义是他让在野阵营有更好的标的，我们不只是反恶罢了，更是对抗赖清德。7月26号投票直接把论述再也提升到反赖。赖清德他认为大家都应该听他的，犯了很大的政治逻辑的错误。在客家青年会办的演讲，几乎全程用台湾话。客家为什么会有闽客械斗？赖清德就是没有陈水扁那种包容力，他就是扶老沙文主义的，尤其是台派老独派的风格。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这份民调的时间就6月22到25，赖清德开讲以后，第一讲就是22，第二讲24。这一份民调目前还只是参考。第一个是因为他手机跟家户是各一半，然后他又是全国性抽样，它不是小选区的，所以里面会有民调的杂质。如果是整体跟罢民进党跟罢国民党会有不同的结果，500多份是罢国民党立委，会去投反罢免的是38.7%，所在的选区有国民党立委。可是呢，他这边变成说，突然从5月份的不到30%，突然增了将近10%，这个是一个叫做大跃进式的投票动能的增加。有什么事情啊？可是会投罢免的比重反而是往下的，这其实对罢团是重大警讯，就没有罢民进党立委了。所以你看，其实是一样的。这个地方的政治态度、气氛没有意义，因为根本没有罢民进党立委的，根本没有罢免案，他那边不会热。整体的时候，因为主要是其实就是这一块，罢蓝委的氛围就是在野阵营冲高了。左边是我们刚刚讲的选区立委为国民党38.7%，现第3届已经成案的县市，当然里面还是有一些杂讯，就我刚刚讲的，比如说士林北投，他也把它样本也会归在这个里面。对，可是呢，整体来讲，他会去投反对罢免的比例更高了，比你选区是国民党立委的还要更高。罢免票、同意票的基本上差不多。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在最后阶段往上冲的话，这边你支持或反对罢免，是你会去投票，而且你会投不同意票。即便它的样本数确实比较少，只有400份，所以它的误差值会多到大概4%多。对，它的误差正负误差，所以也就是它的范围，它的区间可能会在36误差范围，可能落在36到44，而这个27就会变成是23到30几。可是基本上，即便把这个误差值放上去，会去投反对罢免的最低值会大于会去投罢免的最高值，也就表示目前是稳定领先，就不受正负3%影响。关键在于说，这个投票动能会到67%吗？大罢免也是首创的啊，多席次的罢免同时投票，这是第一次。这种大型罢免，我们从政治评论的角度是没有潜力，所以我们只能说，现在的民调希望能够朝什么方向能够研判它的投票模型。这个样本，这个数字，它不是最精准，最精准的要针对这个小选区直接做1068份，平均在1068份上下的，因为1068就是正负误差值，在95%的信心水准会是正负误差为3的这个数据。国民党跟民众党在不赞成的部分比重几乎是差不多，不偏任何，这是他自称是中立的，不赞成的比例很高。现在的主流民意就是不赞成罢免，民进党还是最高的即便是民进党，这个政党倾向36.8%，是民进党是非常高的。因为美丽岛电子报每次全国性的话，它会有一个影响，就是往台南、高雄的在这份民调里面谈罢免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那边没有罢免案呐，可是你看他那边对赖清德的满意度高达60%，太低了啦，不是7成吗？60%已经很高了啦，他不满意也只有2成多到3%，所以这些在这份民调里面叫杂讯，这个就是民调里面完全没得投票，他没得参考。对，他在整体他会变成平均，可是他对罢免投票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台南、高雄乃至于云嘉、屏澎，其实这份民调本身有个 bug， 那些地方显著没有投票，你其实就该剔掉，所以他才塞了另外一个叫做全国性民调。所以他是为了要做他的原本的民调 model， 所以他继续做。国民党不满意赖清德的74.8%，民众党不满意的84.5%，还多10%，也就是民众党更讨厌赖清德，比国民党更讨厌赖清德。所以当赖清德站在第一线会有什么效果？民众党的人会更愿意表态说我要投不赞成票。而且民众党还有一个特质，民众党相对在3个政党里面，它相对跟中间选民的关系会再近一点。因为大家知道，虽然我们每天讲政治、聊政治的人，我们好像会觉得说很明显叫壁垒分明，但是对一般老百姓来讲，民众党的感受度就是相对比较温和，罢免的比例很高，过50%。可是这边他对赖清德的不满意没有那么高，有很多其实对绿营不是不满的，可是他会不赞成罢免。而且这个不任何政党也太平均了吧，3333的1/3，这也太会做了吧，高手啊！反正这是这份民调它呈现出来的数字，这代表的是什么？这代表就是现阶段爱赖清德爱的要死，在野阵营讨厌赖清德讨厌的要死，就是两极化。国民
党的选民的被动属性，在这一份民调里面也展现了。国民党这么多人被抓，被抄的这么严重，满意赖清德竟有12.8%，反串比例不会这么高，代表一定有某一些因素让国民党部分的选民，他自认为是国民党，但他认为他必须得肯定赖清德，这有意思。没有，我认为这个就叫做温良恭俭让的国民党。当赖清德站在第一线的时候，跟罢免连结的时候，其实对罢免运动是非常不利的。在曹新成，他们当然很希望赖清德能够站出来。因为我前面讲的那个组织，在组织这一块，现任者的这个选区是现任的是国民党立委，请问组织谁强？当然是国民党，没错。可是呢，罢团他们认为他们空战已经打到紧绷了，他们现在需要陆战，那需要谁帮忙？需要民进党帮忙。那民进党需要谁？就是赖清德。曹新成一直在点台，要点赖清德什么大合体啊？他们觉得那个团结讲那个罢免什么去除大日，他们都还是认为不够。实际上的大合体可能反而是对这个整体罢免可能是弊大于利，可能会让大罢免大失败。对于赖清德现在这么厚的同温层，他的思考会是这样，他搞不好觉得合体好，因为现在他们发现27%可能是他们的天花板，他们希望能冲高到40%，那得要靠谁？当然就是靠绿嘛。所以绿的紧绷能够冲到40%，他们认为蓝的就没有办法反抗了嘛。那个40%是全国，在台北他们可能是33%，在台北的紧绷是33%。可是注意看罢免各政党比例，即便讲罢免活动的各政党分析，即便是民进党都有2成，罢免即便是民进党都没有到100%，这才是现在他们最大的麻烦。这群人他们可能就不会出来。有几个讯号很有意思，罢免活动对民众党来讲有办法冲到8成的很大因素是，对于赖清德的仇恨值是高到破天花板。因为柯文哲啊，他继续呼唤，小草的仇恨值就不断堆高，越来越恨。他恨到程度的时候，他一定要教训你，怎么教训？没地方可以。至少这份民调看起来反罢的能量已经起跑了，鼓声已经响起，咚咚咚咚咚，大家已经开始动起来了。尤其是在要投第3阶段罢免投票的这些选区，蓝白在野党至少现在看起来是朝向愿意投不同意票的动能已经加强非常多。其实整体来讲，我们看到一个图谱啦。从整个社会的氛围，我认为3成是合理，关键还是在这个是不赞成的比例是比较高的，3成的这个铁杆青鸟，9成的投票率是27%，4成的民进党支持，但是7成的投票率28%。从这份你看整体27%、28%的赞成动能大概差不多。随着有些选区会高一点，有些选区会低一点，甚至会低于这个25%的门槛，还是会有。我认为，比如说像非都会区要跨过25%门槛的几率很低。对，像台东，因为那边要出来投一张票的动能要很强很强。基隆谢国良的罢免同意罢免票都没有过25%的门槛，但是还有一段差距，它是22点多，等于是还差10%才会过25%的门槛。罢免真的不是选举，要不然要去投一个同意很难，投不同意更难，但是要让更多人投同意非常难。同意它是最容易的，但是就是铁板。其实同意罢免的动能已经到上限，很明确。从这一份民调，包括刚才波基的分析。他今天在这个所谓10讲里面第2讲杂志讲里面说到，中华民国派要反共，台派要护台。他整篇里面没有去诠释反共是反什么。他讲到这是什么呢？他说团结10讲，让选群加速白热化，整个社会他会让整个社会的风向往那边跑。上位者吹风，下位者朝野，叫做风行朝野。这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加速白热化。那还有8讲，每一讲如果没有惊天动地，必定有血有肉，蓝营正筹，没有反罢免论述和主题。这样一来不是正中下怀吗？他提出质疑哦，就代表说他认为说掌控党就掌控国家。我觉得民进党很严重就是这一点。赖清德的精英主义继续发展下去，他让在野阵营有更好的标的。我们不只是反恶罢了，更是对抗赖清德这个7月26的投票。这个投票直接把论述再也提升到反赖。总统讲的东西一定要有高度。他的粗糙是在于他对自己的自信，就是他认为大家都应该听他的，所以他犯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逻辑的错误。他在客家青年会办的演讲几乎全程用台湾话。客家过去为什么会有闽客械斗？就是因为客家人被扶老，以前他们客家人是被欺负的。客家人尤其像桃园中立的客家人很团结。赖清德就是没有沉睡包容力，他就是扶老沙文主义的，尤其是台派老独派的风格。赖清德是那种叫做政治实务的精英，就是第一个，我不但有名校光环，我是医师，不能输，选举从来不输。所以为什么他觉得选票可以一票一票来淬炼民主？他认为他就是经过每一次的选举考验，我就是那个留下来的精英啊。对，这是一个他的人生给他的一种反馈，他的思维就是在这个逻辑里面。当他有一天他选上了2024，他变成了中华民国元首，他拿到了总统这个位置，他终于能够来定义谁是精英。